金蛋子开花结果，6分再养，4分再结，形成花芽分发，关键在立秋后的修剪。秋季修剪也包括整形，在秋季整形是已经具备开花结果的金蛋子，还在培育期的金蛋子一般在春季整形。秋季修剪就是提高开花结果枝条的养分积蓄，像这种不在造型内的枝条，赶紧彻底的把它剪掉。这种徒长枝会消耗大量的养分，最好使它不再发着芽来。金蛋子是在完全木质化的枝条上形成花芽分发，对这种已经具备开花结果条件的枝条是修剪的重点，对这些枝条要疏剪。枝条不是越多越好，集中枝条上的养分才能提高它的挂果力。除了对枝条的疏剪，老弱病残的枝条不要留，想要开花结果的侧枝也不要留得过长，剪短留2至3个芽节，这样就会减少枝条的过多消耗，积蓄更多的能量。这些树叶也要适当的剪掉，增强枝条的采光。金蛋子裂芽形成的枝条会从根部截取大量的养分，而且这种芽的萌发能力特别强。唯一的办法就是勤修剪。这个里面还有，在这个季节一定要把这些枝条清理干净，也可以把这些枝条截下来进行培育。这盆金蛋子就是从这种苗养出来的。这种枝条完全木质化后，会形成独立的根，培养几年是盆不错的小盆景。把树根包好，产露前要过渡一下。金蛋子进入开花结果阶段，整形在秋季，但最好不要去攀杂，那样省上枝条是很难开花结果的。整形的方法就是吊蜡修剪，把造型调整到最佳状态。听说提高金蛋子的挂果力要授粉，金蛋子授粉应该是繁殖上的问题。挂果力不高，除了秋季修剪不及时，日常的养护方法欠妥也是主要原因。果树开花结果都有一个生殖成熟时间，金蛋子也不例外，一般在上盆2至3年才形成生殖成熟。上盆2至3年指的是正常的养护，像对金蛋子进行大的整形修剪，换盆的频率过高，都会对金蛋子的生殖成熟产生影响。尤其是换盆，发现盆景生长不好，把换盆作为主要的拯救手段。换盆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行为，像正常生长中根系出现拥挤，或者是出现烂根才进行换盆。换盆对树桩存在伤害，换盆后根系基本停止生长，对一些处在成活阶段的树桩是很难恢复过来的。像金蛋子换盆，就不要指望它1年内能开花结果。金蛋子正常的养护包括日常的修剪和合理的浇水施肥。金蛋子像大多数果树，在养护中要经常打顶，控制它的顶端生长，使养分均衡分配，促成侧枝生长。侧枝一般是开花结果的枝条。这个顶再强剪一次，增强整体的生长素势。金蛋子在立秋后要施以磷钾为主的有机肥，像防肥、骨粉，这些都是很好的有机肥。像这种磷酸二氢钾的化肥，9至11月份可以对金蛋子进行灌根，也可以叶面喷施，在使用的时候一定按说明书进行。这种是专门用于开花结果的肥料，颗粒型，使用比较方便。修剪后的金蛋子要放在光照充足的地方养护，主要是促进它的生殖生长，这一点对开花结果是至关重要的。同时要对它进行控水管理，让盆土偏干，出现叶下垂再浇大水。最后想说，金蛋子开花结果不要贪多，果多分配到每颗果实上的养分会减少，它的抗性就会减弱，容易掉果。果实形成初期就要疏果，这盆就是没有及时疏果，遇到高温天气，结果颗粒无收。我是三九农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下期见。